错过再等一年，8月13号鬼门开必看，睡前赶紧去做一件事，再倒霉你也能逆天改命。易经指路，生肖开运，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来到易经好运生肖堂。今天能刷到这支影片的有缘人，是你祖宗积德，要提醒你，因为这期影片价值几百万，甚至可以说它能成为你全家下半年保命守财的终极护身符。我这个看病研究易经看大半辈子的老头子，今天要把最底层的天机毫无保留地掀开来给你们看。我要讲的内容是关于2026年8月13日，也就是农历7月初1鬼门大开这一天的大玄机。这一天12个生肖一定要穿对属于自己的五行救命色。在我们台湾当地有3种人绝对不能在晚上乱碰禁忌，而且入夜睡觉前，家里的阴暗角落一定要放进一个神秘的小东西，一杯盐水替身，这能时时锁住你的居家财库，把外面的阴邪之气全部吸干净。为什么我敢把话说得这么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下半年的健康，甚至是你能不能平安躲过这60年一遇极端磁场大结束的救命底气。你去看外面那些人，一到了农历7月就在那边怪力乱神，绘声绘影的说什么7月有鬼出来抓人，到处都是妖魔鬼怪，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什么是鬼？用我们传统中医五行和易经的道理来讲，那根本不是什么青面獠牙的怪物，而是一股极端低频的阴寒湿邪之气，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是物理学上的磁场碰撞与能量交换。我们来把老天爷的密码拆解一下。2026年岁在丙午，天干地支全是火，狂躁到了极点。而农历7月节气进入丙申月，申属金，天干的丙火直接去克地支的申金，这在易经里叫什么？这叫火金相战。天地之间就像一个巨大的压力锅，气场极度不稳定。农历7月初1子时一过，地底下的那些阴寒沉重停滞的湿邪之气就会趁虚而入。那些平时身体不好、阳气虚弱的老人家，或者八字里五行有缺的乡亲，最容易在这个时候被冲煞到。常有人跑来问我，老头子啊，为什么我这辈子明明做事很努力，做死做活的，可偏偏就是存不住钱？为什么我那个儿子小时候乖巧得很，怎么到了这几年突然像变了个人，非要跟我对着干？还有一些乡亲一到农历7月去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但就是觉得浑身不对劲，头昏脑胀，连爬个楼梯都觉得膝盖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西医遇到这种情况只会给你开止痛药、安眠药，那有用吗？那是在掩盖症状。很多人慌了，跑去找江湖术士，花大价钱买什么转运水晶洞回家摆着，结果呢，日子还是老样子，甚至破财破得更凶。你以为你存不到钱是因为不够节省，错，那是因为你家里的磁场早就被这些看不见的能量垃圾给堵死了。房子跟人一样有呼吸，家里乌烟瘴气的，财神爷连门都进不来，你怎么可能会有钱？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这不仅能帮你避开极端年份中最危险的健康雷区，让你下半年的病痛和意外至少减少一半，甚至还能让你2026年的身体和家里的财库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不用担心年纪大听不懂记不住，最关键的12生肖穿衣密码，台湾民间的普渡禁忌，还有那杯救命盐水阵的实操重点，我都放在后面详细讲，也给各位做好了保姆级的总结。但在我们正式讲课之前，我需要诸位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现在就在这支影片底下的留言区打上家宅安康、财库大开这8个字。这不是叫你凑热闹，文字是有灵性的，这是你同宇宙立下的第一个善念同祈愿，把这股正气聚起来，几十万人一起共振，你的心念一振，百邪自然不侵，有舍才有得。你愿意把这份祈福的善念布施出来，老天爷的福报自然会以100倍、1000倍的横财反馈到你身上。打完字之后，把心静下来，跟着我的逻辑走。这一集影片关乎你整个下半年的家宅安康与财富起落，我们一步一步把这几十年积压在你命格里的倒霉气给彻彻底底的拔除干净。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第2节课，
你以为铁齿不信邪就没事？台湾人农历7月最爱做的这3件事，是如何把家里阳气彻底败光的。诸位乡亲，我们接着往下讲。很多人听我刚才讲完农历7月的气场变化，心里可能在犯嘀咕：大师啊，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讲这些老掉牙的规矩？我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我铁齿，我不信邪，我不怕你铁齿，我只怕你无知。我研究易经这几十年来，看过太多这种自作聪明的人。你以为你不信这天地间的阴阳五行就不运作了吗？你去看外面那些人，一遇到事情就怪运气不好，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天在生活中踩了多少破坏磁场的地雷。我们讲白一点，所谓的风水禁忌从来就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它背后全是易经的阴阳消长，全是物理学跟环境磁场的科学。你每天睡不好，做死做活存不到钱，就是因为你天天在犯这些大忌。今天我就把台湾乡亲在农历7月最常犯的3大致命禁忌，用五行义理给你们拆解得清清楚楚，你一听就明白了。第一大忌，半夜在阳台晾衣服，这在台湾实在太常见了。很多年轻人上班族白天做死做活去赚钱，晚上下班回到家都10点11点了，洗完澡顺手就把衣服洗了，然后晾在公寓的后阳台或者透天口的顶楼。老人家如果去劝，还会被嫌非说。我告诉诸位，农历7月半夜晾衣服，这是在拿自己的元气开玩笑。为什么？我们中医讲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是什么？湿气是阴邪之最，它就像一团黏糊糊的油面团，最容易裹挟着环境里的负能量。夜间属阴，子时更是阴气最重的时刻。你把湿漉漉的衣服挂在外面，衣服的形状就像是一个人形。农历7月天地间游荡的那些低频磁场，那些无主孤魂的晦气，他们没有实体，他们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依附在有水分有阴寒之气的人形物体上。这就好比你在半夜的十字路口打了一把黑色的伞，或者点了一盏招魂灯一样显眼。衣服挂了一整晚，把这些阴寒湿邪之气吸得饱饱的。第二天太阳一晒，你以为干了，水分蒸发了，但那个无形的阴寒磁场已经烙印在衣服的纤维里。当你或者你的孩子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这些阴邪的湿气就会顺着你的毛孔直接钻进你的膀胱经，钻进你的骨缝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农历7月突然觉得肩膀特别沉，像有人压着，或者莫名其妙关节酸痛，整天昏昏沉沉。这根本不是什么鬼附身，这是你人体的阳气被衣服上的阴寒磁场给克制住了。阳气一弱，财气就散，你说你怎么可能不破财？第二大忌，走路喜欢靠着墙壁。这个习惯10个人里面有8个都有，特别是我们台湾很多老旧的公寓楼梯间或是巷弄很窄，大家走夜路的时候下意识就喜欢贴着墙壁走，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大错特错。诸位要懂一点五行常识，墙壁是什么？墙壁是土跟石造的，在阴阳里面它属于极阴之物。你摸摸家里的墙壁，是不是永远都是冰凉的？因为它阻绝了阳光，它是空间中气场流动的死角。我们前面讲过，水性是向下的，它善于去那些最低洼最阴暗的地方。气场也是一样的，房子里那些停滞的腐败的死气，那些白天没被太阳晒化解的晦气，全部都会聚集在墙角和墙壁边缘。在农历7月这个特殊月份，墙壁就是那些好兄弟无形磁场最喜欢休息依附的地方。你的身体是有一个生物磁场的，我们中医叫卫气，就像一层金钟罩保护着你。当你紧紧贴着墙壁走路，你的卫气就在跟墙壁上的那些阴寒垃圾摩擦交换。你这不是在找依靠，你是在当一台人肉吸尘器，把墙壁上的晦气全部扫到自己身上来。长期下来，你的印堂会发暗，眼神会涣散。古书上讲得很清楚，相由心生，气随运走。你满身都是这种低频的阴气，贵人看到你都避之唯恐不及，小人跟倒霉事自然就全部找上门来了。第三大忌，普渡拜拜供错水果，好心办坏事。农历7月初1鬼门开，紧接着就是7月15的中元普渡。我们台湾乡亲非常有慈悲心，家家户户都会准备
丰盛的贡品去祭拜好兄弟，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但很多人不懂五行生克，买水果只看漂不漂亮，结果拜错了东西，把家里的磁场搞得一塌糊涂。有3种水果在农历7月绝对不能上供桌。第一种，凤梨旺，来平常拜神明，凤梨是好东西，代表好运旺旺来。但在鬼月拜好兄弟，你用凤梨，你是在旺什么？你是要把那些无形的煞气、好兄弟全部旺进你家里来吗？这在磁场上是一个极度错误的邀请信号。第二种，香蕉、李子，李子谐音招你来。这3样水果如果凑在一起拜，在我们传统民俗的气场共振里，就是一个强大的召唤阵。普渡的本意是让他们吃饱了就赶快离开，各安天命。你摆出招你来的阵势，他们吃饱了不但不走，还会呼朋引伴留在你家屋檐下，这会导致你家宅不宁，半夜经常听到奇怪的声响，或者家里人脾气突然变得非常暴躁。第3种，芭乐番、石榴跟西红柿。为什么老祖宗传下来说这2种不能拜？因为这2种水果的种子很多，而且吃下去之后，种子不会被肠胃消化，会随着粪便排泄出来。在传统五行观念里，这代表不洁、污秽。你用不洁之物去供养，不但得不到庇佑，反而会激怒那些无形众生，给你招惹无妄之灾。诸位啊，听我讲到这里，你是不是惊出一身冷汗，发现自己过去这几年多多少少都踩了这些地雷？很多人犯了这些忌讳，运势掉下去了，就开始病急乱投医，跑去找那些假大师，听他们忽悠，花几万块去买个什么开光的水晶洞，买个什么招财的貔貅摆在客厅里。我跟你们说，那全是骗人的，全是在胡闹。你家里的环境磁场都已经被你自己的坏习惯给污染了，你放个几万块的水晶进去，它也只会吸满你家里的晦气，变成一块废石头。真正的改运天机，老天爷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而且是最便宜最天然的东西，只是你们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光相信那些昂贵的假玩意儿，看不见真理罢了。在接下来一堂课里，我会先为大家彻底拆解2026年农历7月12生肖的运势大洗牌与穿衣阵法。你只有先知道自己生肖在这个月的五行处境，避开相克的颜色，你才能保住底气。等12生肖讲完，我会压轴教你们如何用厨房里最简单的盐和水布下一个能瞬间吸走全家霉运，引爆下半年财库的盐水替身阵。第3节课，属猪、虎、兔、蛇、马，注意为什么鬼月穿错这几种颜色的衣服，竟会引来长达半年的血光与破财。诸位乡亲，我们把居家磁场的雷区扫干净了，接下来就要讲到你们每个人最关心也最切身的命格五行。我研究易经这几十年来，过去看过无数的案例，古书上讲得非常清楚，人的命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跟着岁时节令在流转的，万物皆有阴阳五行之理，没有什么是偶然的。2026年是丙午年，农历7月是丙申月，天干火，地支金，火金相战，这个月的气场就像是压力锅一样，随时都在翻腾。在这种极端磁场下，12生肖的运势会面临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洗牌。为了让诸位在农历7月这个阴气极重的月份里不被外邪入侵，我特别根据五行生克的原理，为大家排出了这套12生肖穿衣阵法。很多人觉得穿衣服只是为了好看，这简直是无知。衣服是什么？衣服是你的第2层皮肤，是保护你人体卫气的第1道防线。颜色就是光波，光波就是磁场。穿对了颜色，等于随身带了一个五行护盾，穿错了，你就是在向那些低频的阴邪之气招手。这是有科学根据的，绝不是迷信。这一节课，我们先来拆解水、木、火这3个五行属性的生肖，也就是属、猪、虎、兔、蛇、马。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是这6个生肖，请你一个字一个字听清楚，记在心里。五行属水，生肖属，生肖猪，暗财浮现，切忌引阴入体。首先我们来讲五行属水的生肖。生肖属、生肖猪在丙申月地支申的五行属金，在五行相生相克里，金生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生肖属跟生肖猪的相亲，
在这个农历7月，你们是自带贵人运的，命中有一笔暗财即将浮现，大环境的精气正在源源不绝地滋养你们的水气。但是诸位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们讲白一点，凡事过犹不及，农历7月也就是鬼门开的时候，本来就是阴气最重的一个月，而阴气本身也属水，你命格里的水已经被大环境的金给催旺了，如果再碰上外在极阴之水，这在易经里叫水势泛滥。我们传统中医讲肾属水主恐，水太旺不但容易引发肾气不固，还容易招惹那些看不见的阴邪之物，让你不自觉地产生恐惧，心神不宁。所以生肖属和猪的相亲，你们在农历7月的穿衣大忌，就是绝对不可以穿全黑的衣服。在五行中，黑色属水，你如果在鬼月穿着一身黑出门，你的磁场频率就会直接降到最低，跟那些游荡在街头巷尾的低频磁场产生强烈的共振，很容易一出门就莫名其妙头晕，回家发低烧，或者被路边的煞气给冲到。那要穿什么来破局？开运穿搭必须穿白色或金黄色的衣服。白色和金黄色在五行中属金，我们用你身上的金去生你的水，这叫做金水相生，源源不绝。用阳气极强的金护住你的元神，这样不但能挡住外面的阴气，还能把那笔暗财给稳稳接住。五行属木，生肖虎、生肖兔，金来克木，贪生旺克，转贵人。接下来我们看五行属木的生肖，生肖虎、生肖兔，这两个生肖的相亲，农历7月你们的日子会比较难熬一点。为什么？因为申月属金，而你们属木，金克木，这叫斧头劈大树。这段期间你们的运势处于一种被压制、被砍伐的状态，表现在生活上就是很容易犯小人。可能你在公司明明没做错事，却被主管盯上，或者跟邻居亲戚因为一点小事起口角。在身体上，中医讲肝属木主筋，金克木最容易伤筋骨。老人家如果属虎属兔，这段时间膝盖酸痛闪到腰，50间发作的几率会大增。那么你们的穿衣大忌是什么？绝对忌讳穿纯白色，白色属金，大环境已经是金克木了，你还自己穿上一身白，这等于是嫌外面的斧头不够力，自己再递一把刀给别人来砍你的运势。你去看外面那些人运气不好的时候还乱穿衣服，这不是庸人自扰是什么？要怎么化解？开运穿搭宜穿水蓝色、深蓝色，这两种颜色属水。在五行生克中，金生水，水生木，你穿上属水的颜色，就等于在金大环境的煞气跟木你的命格之间建立了一座能量桥梁，用水把金的肃杀之气给化解掉，转过来滋养你的木。这在易理上叫做贪生旺克，一瞬间就能把找茬的小人直接转化为帮你的贵人。五行属火，生肖蛇、生肖马，烈火焚身，泻火培土，守财库。再来我们来讲五行属火的生肖，生肖蛇、生肖马。诸位要知道2026是丙午年，丙与午都是极旺的火，生肖蛇与马本身也属火，今年这两个生肖可以说是火上加火，脾气本来就特别大。到了农历7月丙申月，天干又来一个丙火，火气这么旺，遇到农历7月外在的阴寒之气，这叫什么？这叫水火不容，气机冲突。这段期间属蛇跟属马的相亲，心会非常浮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容易跟家里的另一半跟子女吵架。中医讲心主火，心火过旺还容易引发心血管的问题，失眠多梦。更糟糕的是火气太旺，会把你命格里的财库给烧出一个大洞，引发突发性的破财，甚至投资失利。因此你们的穿衣大忌，严禁穿大红色、深紫色。红色属火，你本身已经是一把烈火了，再穿大红色，那简直是提着汽油桶救火，等于把自己的运势放在火上烤。财神爷是清净的正气，看到你这么狂躁的磁场，早就吓得跑光了。你哪来的横财？化解之道在哪里？开运穿搭必须穿卡其色、大地色、咖啡色，这些颜色在五行中属土。五行原理讲述火生土，你穿上属土的颜色，就能把身上多余的狂躁的火气顺着地气给卸掉。
土是厚重的，是最能藏风聚气的。你把火气转化为土气，不但脾气会变好，头脑清醒，还能把原本要烧掉的钱财稳稳地转化为你看得见的房产存款，这就叫火土相生，稳如泰山。我跟大家讲，五行就是这样相生相克的，这是有严密逻辑的。衣服的颜色就是你每天带在身上的风水阵法。这6个生肖的相亲，你们一定要严格遵守我上面说的规矩，不要觉得麻烦，这关乎你一整个农历7月的平安与财富。还有另外6个生肖，猴、鸡、牛、龙、羊、狗，你们的五行属金和属土，在这个农历7月，你们面临的将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磁场考验，稍有不慎，破财的威力比前面这6个生肖还要猛烈。我们下一节课马上来拆解。第4节课，猴、鸡、牛、龙、羊、狗如何躲过本命煞，到底要穿哪一种救命色，才能瞬间把身边的索命小人全变贵人？诸位乡亲，我们接着把剩下的6个生肖讲完。大家要知道，命理风水绝对不是什么封建迷信，它是大自然的物理学，是人体磁场与宇宙能量交汇的结果。你去看外面那些人，成天抱怨自己运气差，却连自己命格的五行属性都搞不清楚，这不是庸人自扰是什么？接下来这2个五行属性的生肖，在农历7月所面临的考验，跟前面讲的水木火完全不同。请属猴、鸡、牛、龙、羊、狗的乡亲，务必把耳朵竖起来听清楚。五行属金，生肖猴、生肖鸡，过刚泽泽，后土培金，必官非。我们先来讲五行属金的生肖。生肖猴、生肖鸡，农历7月是申月，在五行里面，申属金，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农历7月正是你们生肖猴跟生肖鸡的本命月，你们这个月的气场可以说是12生肖里面最为强大、最为锋利的。很多人一听说自己气场强，就觉得太好了，那我这个月肯定大发利市。我告诉你，错了。易经里讲的明明白白，凡事过刚则泽。你的五行属金，大环境又是一片肃杀的金气，两金相撞，就像2把锋利的宝剑互砍。这段期间，你们在性格上会变得非常急躁、固执，听不进别人的劝。在职场上或是做生意，很容易因为讲话太直、太过强势，无意中把客户或长官给得罪了，这就叫犯官非，惹口舌。我们传统中医讲，金对应人体的肺脏，精气太旺，肺气就不宣。老人家在这个月特别容易引发呼吸道的旧疾，或者是莫名其妙觉得胸口闷，心里有一股化不开的悲伤。在这种过刚的气场下，你们的穿衣大忌是什么？绝对忌讳穿红色系的衣服，不管是大红、粉红还是紫红，在五行中都属火。我们讲白一点，大环境的精气已经很狂躁了，你再穿上一身属火的衣服，这叫什么？这叫火炼真金。如果你的八字底子不够厚，这把火不但炼不出你的财富，反而会把你的元神给烧伤。穿红色会无端端引发血光之灾，或者是让你在外头跟人家发生严重的冲突。要怎么化解这个过刚的杀气？开运穿搭必须穿土黄色、米白色或卡其色，这些颜色五行属土，五行相生相克里，土生金，用大地厚重的土气来包容滋养你过度锋利的精气，这在风水局里叫做厚土培金。你穿上土色系的衣服，整个人的磁场会瞬间沉稳下来，原本要找你麻烦的小人会觉得你稳如泰山，无懈可击。这能保你在农历7月不犯官非，稳稳当当的把钱赚进口袋里。五行属土，生肖牛、生肖龙、生肖羊、生肖狗，土随气行，泻火暖局，催偏财。最后我们来讲五行属土的生肖。生肖牛、生肖龙、生肖羊、生肖狗，这4个生肖的乡亲，你们在农历7月的处境最为特殊。五行之中，土位居中央，本来是最稳定的。但是我们前面讲过，2026年是丙午年火旺，农历7月是丙申月，金旺，火生土，土生金。你们夹在强大的火气跟金气中间，这叫土随气行，这代表你们
这个月的运势起伏会非常大，极度不稳定，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会让你措手不及。最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被牵连，比如亲友跑来跟你借钱不还，或者是你帮人家做保出了问题，导致你自己的财库大漏水。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土对应人体的脾胃，在这个磁场动荡的月份，属土的老人家最容易发生肠胃不适、消化不良，觉得四肢沉重，这都是环境磁场干扰了你体内的五行运作。面对这种情况，你们的穿衣大忌绝对忌穿绿色、青色。绿色跟青色在五行中属木，五行原理是木克土，树木的根是要扎进泥土里去吸收养分的。你本来运势就已经在动荡了，你再穿上属木的颜色，等于是让外面的煞气像树根一样狠狠扎进你的财库里去吸你的血。穿绿色会让你这段期间做任何事都觉得处处受限，被人打压，喘不过气来。要如何破局开运穿搭，宜穿粉红色、紫红色或浅橘色。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大师，你前面不是说丙午年火气太旺，要避开火吗？为什么属土的反而要穿红色系？这就是易经里最精妙的地方。大环境的火确实旺，但我们取的是微弱之火，粉红、浅紫，而不是大红大紫，这叫微火暖居，用微弱的火气来滋养你的土，让你的磁场变得温暖有生机，而不是被大火烤焦。你穿上这些颜色，能有效催旺你的偏财运，让那些原本要在鬼月找你麻烦的烂桃花、坏朋友，全部转化为带财给你的贵人。好，到这里，12生肖在农历7月的运势起伏跟穿衣阵法，我已经给诸位完完整整的推演了一遍。大家要知道，你出门在外穿对衣服颜色，这叫护体，但是你每天下班做完生意总是要回家的吧，家里才是你真正的大本营，是你藏风聚气的财库。我们前面第2节课讲过，台湾很多老房子透天矬，因为格局问题或是自己不注意禁忌，早就在阴暗角落里积满了看不见的晦气跟低频磁场。你在外面防护的再好，一回到家，整个磁场又被家里的阴寒之气给污染了，那又有什么用？很多人去外面找那些假大师，花几万块买什么转运的水晶洞，摆什么风水法器。我告诉诸位，那些全都是死物。你家里的环境磁场如果没有被清理干净，你摆再多昂贵的法器也是白搭，甚至还会因为放错位置而招惹煞气。真正的改运天机根本不需要花你半毛钱，老天爷是慈悲的，解药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你家里的厨房里。接下来的第5节课，我要教你们这集影片最核心、最震撼的独家秘法——盐水替身阵。我会用物理学跟五行义理给你们清清楚楚的拆解，为什么一杯最便宜的出海盐加上水，它的威力能像一个能量吸尘器一样，把你家里这几年积攒下来的倒霉气、晦气、穷气，硬生生的从你的命格里吸出来。这个阵法一旦布下去，24小时之内就能引爆你的下半年财库。第5节课，别再花冤枉钱买风水法器。厨房里最不起眼的这2样东西，凭什么能瞬间吸干你家10年的霉运？诸位乡亲，我们前面把12生肖的运势跟家里的禁忌都讲透了，接下来我要讲这集影片最核心也最救命的风水大阵。很多人遇到运气不好，家里不平静，就跑去找所谓的大师改命，甚至还有人花大价钱搬个什么转运的大水晶洞回家摆着，弄了一大圈，钱也花了，力气也废了，结果呢，日子还是老样子。我告诉诸位，真正的改运天机根本不在那个深山老林的大师手里，也不在什么笨重的水晶洞里，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家里的厨房里。可它的威力却比你们花大价钱请回来的那些法器还要大。这招听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杯水，一把盐。很多人一听这话就笑了，心里肯定在想，大师啊，你又在开玩笑了，一杯盐水还能改运？错，你们要是只把它当成一般的迷信来看，那你就是典型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本就不懂这里的道道。大家要知道，我们传统中医跟易经讲东西，讲的是悟性，讲的是老祖宗留在坎卦里头的终极密码，这也是最顶级的物理学。
这里面有2个核心道理，你们仔细听。好，第一，我们讲水，大家都知道，水性是向下的，它善于去那些最脏、最臭、最低洼的地方，它不嫌弃脏，因为它有能力把脏东西包容进去，溶解掉。现在的科学家才刚刚发现水有记忆，但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知道了。你们去庙里看，道士画符为什么要用法水？佛教洒净为什么要用甘露水？因为水能承载信息，水能承载意念。我们用这杯水，就是要用它的坎线之性，去把你周围那些乱七八糟的磁场、鬼月游荡的低频晦气，像录音机录音一样，全部给录进去，全部给吸进去。第二，我们讲盐。如果说水是吸纳，那盐就是攻坚。在我们传统中医里，盐是咸味，咸味入肾，肾主骨，肾主恐。农历7月为什么大家会害怕？因为阴气伤肾，引发了你潜意识里的恐惧。《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咸能软坚，我们要用咸味的东西去把硬块给软化掉。身体里长了硬块，长了肿瘤，我们中医用牡蛎，用昆布，因为它们是咸的嘛。那你命运里的硬块是什么？是你那个几十年解不开的冤结，是你那个顽固的像石头一样的倒霉气场。你的运势为什么不好？因为你每天在外面受的气，你心里的怨恨，你生病留下的病气，全部粘在你家里的墙壁上、家具上。你们光靠扫地、拖地、打扫卫生有用吗？扫把扫走的是看得见的物理垃圾，那些看不见的能量垃圾，它是阴性的，扫把怎么可能扫得走？所以你需要一个能量吸尘器。当我们把高浓度的盐放到水里，制造出一个高渗透压的能量场，它就像一个强力吸尘器，会源源不断的把你房间里那些游离的、负面的、阴寒的能量强行给逼出来，吸到这个杯子里去。这个局一旦不好，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能把你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那些倒霉气、晦气、穷气，硬生生的从你的命格里吸出来，把它锁死在这个水里面。诸位听懂了吗？一定要对这2样东西心存敬畏。老天爷是慈悲的，解药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空气、水、阳光、盐，哪一样不是最便宜的？既然明白了原理，那下一步我们就不能马虎了。这杯水要怎么做？用什么杯子？用什么盐？这里面的讲究大了去了。如果做错了，那你不是在改运，你是在制造垃圾，是在胡闹。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要去打仗，你拿根破木棍去跟人家的机关枪打，你这不是嫌命太长吗？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布这个西煞局，你是要跟那些看不见的顽固的晦气去博弈。你手里的家伙事如果不行，那你不仅吸不走晦气，搞不好那个杯子炸裂了，反而把煞气给惊动了。布阵铁律1，严格挑选杯子。我看到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跑到楼下便利店买个喝水的塑胶杯，或者是家里喝剩的那个手摇饮塑胶杯子，洗一洗就拿来用，简直是大错特错。千万不要用塑胶杯。为什么？你们要懂一点科学，也要懂一点五行。塑胶是什么？是石油提炼出来的化工产品，在中医和易经看来，它是死物。塑胶最大的特性就是绝缘，它不导电，不导热，也不导气。你用一个绝缘的封闭的死东西去装载，我们要用来沟通天地的水和盐，那个气场怎么流通？煞气进不去，好，运出不来，这不就是个废物吗？那有人问大师，那我用不锈钢碗行不行？金生水嘛，也不行，金属的东西带有肃杀之气。而且你们要知道，我们用的是高浓度的盐水，盐是会腐蚀金属的。你把盐水放在金属碗里，几天之后生锈了，那水里就多了一股锈气。锈气是什么？就是败坏之气。你本来想改运，结果搞了一盆败坏的水在家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要用什么？听好了，首选玻璃杯。为什么要用玻璃？第一，玻璃是沙子烧出来的，它的本性属土和火，土能克水，火能生土，它性质稳定，不会跟盐发生化学反应。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透明。我们要望诊啊，接下来的几天，这杯水会发生千奇百怪的变化。如果杯子是不透明的，里面发黑了、长毛了，你都看不见，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家里的风水状况。
一定要用那种干干净净、透透亮亮的玻璃杯，不要带花纹，不要带把手，就那种最普通的圆柱形玻璃杯。圆代表天，代表圆满。你弄个方形的杯子，那个角就是煞，就是尖刺。我们要圆润，不要尖刺。布政铁律2，盐的选择定生死。这一步90%的人都会做错。很多人跑到厨房拿那个炒菜用的细盐，哗啦啦倒进去，错，大错特错。那个精盐是经过工厂层层加工的，它是纯化学的氯化钠，里面的矿物质、里面的微量元素早就被剥离得干干净净的。在我们中医里，那叫死盐，它只有咸味，没有咸的魂。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天然的海粗盐。你们去菜市场买那种颗粒大大的，甚至颜色有点发灰发黄的，看起来不怎么精致的粗盐。为什么？因为海盐保留着大海的全息。大海里有什么？有几十种矿物质，有天地的精华。只有这种天然的粗盐，它才是大海的骨血，才带有那个生发之机，才有那个破坚破煞的力量。我们要利用的是海盐里那个狂野的原始的能量，去震碎你命格里的负能量。你用那个温室里造出来的精盐，软绵绵的，怎么打仗？用量是多少？绝对不要抠抠搜搜的。我们要调的是饱和盐水，甚至是过饱和盐水。你往水里倒盐，搅一搅，化了再倒再搅，直到那个盐再也化不开了，杯底成了一层厚厚的盐巴，这时候才够劲。这叫物极必反。我们要把水的浓度推到极限，它的张力才会达到极限，它的吸附力才会达到最强。布政铁律3，阴阳水启动太极。最后讲下水，水倒是不挑剔，自来水就行。但是我们既然要在农历7月破除阴煞，如果你能弄到阴阳水，那效果就更厉害了。什么是阴阳水？一半是开水煮沸过的，一半是生水，水龙头直接出来的。开水是阳，生水是阴，两者一混合，这个时候水里的气场是旋转的，是对流的。用这种水来化盐，那个能量场的启动速度会非常快。好，诸位，一个透明的圆玻璃杯，一包天然的大颗粒海粗盐，一壶阴阳水，看着这3样东西，你要心生欢喜，你要把它们当成是你请来的神兵天将。但是杯子有了，盐水调好了，现在这杯水还是一杯无主的孤魂野水。它虽然有极强的吸力，但它不知道该吸谁身上的煞气，是吸你的，还是吸你家猫狗的，还是吸隔壁邻居的。我们需要给它一个精准的指令，给它安上一个灵魂的钩子。在下一节课，我将手把手教你们这套阵法里最神圣也最危险的一步，如何制作替身，如何定下神魂，以及这24小时内绝对不能触碰的生死禁忌。第6节课，替身阵法启动后，为什么接下来的24小时绝对不能碰？杯子里冒出的白霜和黑水到底暗示着什么大灾？诸位乡亲，我们把透明玻璃杯、出海盐跟阴阳水都准备好了，但是这杯水现在还是一杯无主的孤魂野水。它虽然有极强的吸力，但它不知道该吸谁身上的煞气，是吸你的，还是吸你家猫狗的，还是吸隔壁邻居的。我们需要给它一个精准的指令，给它安上一个灵魂的钩子，这个指令就是你的名字。很多人觉得名字就是个代号，就是几个汉字，那你就太小看老祖宗的智慧了。在我们传统中医和玄学里，名字就是你的咒。你想想看，你在大街上走，有人喊一声你的名字，你是不是马上就会回头？你回头的这一瞬间是什么在动？是你的肉体吗？不是，是你的神。黄帝内经讲，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当别人叫你的名字，你的神就应了。名字就是你灵魂在这个世界上的钩子，是你频率的接收器。我们要把这杯盐水变成你的替身，变成你的护法，就必须把你的神透过名字定在一张纸上。这一步的规矩非常大，千万别写错了。写错了不但改不了运，还会伤了元神。第一条铁律，绝对不能用红笔写名字。这条我必须要大声疾呼。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懂事，觉得红笔醒目吉利，大错特错。在我们传统民俗里，什么人的名字才用红笔写？那是死刑犯，那是墓碑上的人。红色属火，主善主杀伐。你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
那是把你的魂魄放在火上烤，是断头之象。你本来想在鬼月改运，结果先把自己的元气伤了。我们要用什么笔？要用黑笔，不管是毛笔、签字笔，必须是黑色的。为什么？因为黑色在五行里属水，我们这本身就是个坎水局，水主志，水主长，水主生辰。用黑笔写名字，是把你的神安安稳稳的藏在水里，受到水的滋养和保护。第二条铁律，选用纯白无瑕的纸，找一张干净的白纸，不要用那些写过字的废纸，也不要用那种带格子的作业本。白色属金，我们在风水里讲金生水，白纸是金，黑字是水，这叫金水相生，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才是我们要的吉象。你找个安静的桌子坐下来，深呼吸一口气，把心收回来，看着那张白纸，你在心里默念，这张纸就是我，我现在要把我的霉运转移到这张纸上，然后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下你的名字。写完名字之后，在名字的下方写上一行小字，这是你对这杯水的授权，也是你的愿力。如果你最近总是破财，就写财源广进，债务清零。如果你最近身体不好，就写身心清净，病气消除。切记，语言要是正向的，不要写我不要生病，我不要倒霉，潜意识听不懂，不治。你写不生病，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生病。第三步，神入坎宫，启动阵法。纸条写好了，慢慢的把它浸泡进那个饱和的盐水里，看着水慢慢浸透纸张，看着字迹在水里变得更加清晰。当纸条完全沉底的那一刻，你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你的神终于回到了清凉的智慧之水圣水。这就是中医讲的最高境界，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做完这个动作，你会觉得心里突然一松，甚至会打个哈欠，这就对了，说明你的气机通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地点来了，这杯水要放在哪里？这是在布阵，这是在打仗。如果选错了地点，那是事倍功半，甚至会起反作用。摆放禁忌一，绝对不能放床头柜。很多人图方便，顺手放在枕头旁边，简直是找死。这杯水是吸煞气的垃圾桶，你会把垃圾桶抱着睡觉吗？杯子周围的气场在剧烈交换，你放在离脑袋那么近的地方，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头晕，甚至会鬼压床。摆放禁忌二，绝对不能放神明桌。有些人觉得这杯水有灵性，就供在神台或祖先牌位前，胡闹。神台是清净之地，你弄一杯吸污垢的脏水放在菩萨面前，那是大不敬，是把脏东西引到神位上，这叫折服。正确位置，找房间或客厅的阴暗角落，就是那些平时扫地机器人扫不到，常年黑漆漆的墙角，那些飘荡在房间里的晦气最喜欢往角落转。把盐水杯放那里，刚好瓮中捉鳖。如果房间太小，就放在床尾的地上，这叫引火归元，把你上半身的燥火引到脚底，引出体外。放置的最佳天时就是在农历7月初1的子时深夜11点，或者平时的酉时下午5点到7点，圣经当令。当你把杯子稳稳放在地上的那一刻，心里默念一句，各归各位，各安天命。从这刻起，这个局就正式启动了。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这个杯子里会发生一场肉眼看不见的星际大战。你要做什么？4个字，置之不理。绝对不要去碰它，甚至连看都不要盯着看。中医讲眼为神之窍，你的眼神看向哪里，你的元气就流向哪里。如果你没事老是盯着这杯脏水看，那就是它在吸你的元气。老子在《道德经》讲致虚极，守静笃。你一动杯子，煞气受精弹回来，这叫冲煞，会让你头更痛。当24小时过去了，你可以走到那个角落，好好看看你亲手布下的这个局。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读盘，怎么看透你家里的风水状况。现象一，水变浑浊，发黄发黑，恭喜你，这说明这杯水把你家里那些看不见的晦气给硬生生吸进去了。这就像中医拔罐拔出来紫黑色的淤血，病邪才出得来。现象二，盐巴爬出来结成白霜，在风水里这叫盐花开，这说明你家里的湿气太重了。湿气最喜欢裹挟阳气，盐水把你家里沉重的湿气吸过来，你家里的气场就会开始变干爽，头脑也要清醒了。现象三，
纸条烂得稀碎，这是大吉之兆，这说明你的潜意识非常配合。那个充满怨气和病痛的旧我在水里解体了，这是一个重生的信号，说明你要脱胎换骨了。现象4，水里起泡泡，有怪味，千万别嫌弃，那是把你命格里的穷气和衰气给置换出来了，把这些臭气排出来，财神爷那种香喷喷的紫气才能进得来。诸位，这杯盐水就是你家里的照妖镜，更是你农历7月的护身符。但吸满了毒气的水，如果处理不好，反噬的威力极其恐怖。下一节课，也是我们这一集影片的最后一节课，我要教你们如何送神化煞。这杯充满了核废料等级晦气的毒水要怎么倒，倒在哪里？我还会告诉你们，比盐水更高级的上一致命风水到底是什么。第7节课，吸满毒气的秽水该怎么扔才不会引发反噬？真正能让你下半年暴富的最高级风水究竟是什么？诸位乡亲，我们前面把怎么布阵、怎么看水里的吉凶都讲得清清楚楚了。既然这杯水已经吸饱了你家里的垃圾跟农历7月的阴寒之气，那就得赶紧把它送走，千万别把它留着过年。可这水要倒在哪里？怎么倒？这里面有着极大的因果。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虽然我们请进杯子里的不是神，是把那些倒霉气、病气、煞气给请进去了，但是送的时候如果不讲究，那很容易前功尽弃，甚至把刚吸进去的晦气又给撞翻了。现在那一杯水里装的是什么？你要清醒一点，它已经不是普通的水和盐了，它是一杯高浓度的毒药，是一杯带有放射性的核废料。所以我有几条铁律，你们必须死死记住。处理铁律1，绝对不能喝，也别拿去浇花。有人曾经问我说，这海出盐挺贵的，拿来漱口行不行？简直是不要命了，胡闹，你这是在服毒。这里面全是这几天吸出来的负能量，你把它喝回肚子里，那你不如当初别做。还有人想留着浇花，错，盐是杀植物的，你浇花，花死，你给猫狗喝，猫狗生病，这叫以毒攻毒。但你绝对不能把它留在自己家里。处理铁律2，五行转化，送神归位。24小时或48小时一到，端起杯子就走。这个时候你的心态要变了，之前你是把它当宝贝，现在它就是一袋垃圾，你要把它倒掉。我有2个选择给你们，上策，回归大地，五行里土克水。如果你家住1楼，或者是透天厝有院子，找一块裸露的泥土地，把水倒在泥土上，注意是泥土，不是水泥地。为什么？在五行里土能克水，大地是最厚重的，是坤卦厚德载物。这杯带着你怨气病气的水一入土，就被大地妈妈给瞬间中和掉了，变成了无害的养分。这是最彻底最符合天道的做法。但记住，别倒在花盆里，要倒在长杂草的野地里，中侧冲进下水道，让水归坎位。现在很多人住高楼大厦，找泥地不容易，那就直接倒进马桶或者洗手池。但是你要打开水龙头开到最大，或者按下马桶的强力冲水键，在水流卷着那杯盐水旋转下去的那一刻，你要观想，你要在脑子里想象这些倒霉事、这些病痛、这些小人通通滚到地底下去，永远别回来。下水道是城市的幽暗之处，让这些负能量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不要在人间停留。至于那张写了名字的替身纸条怎么办？那张纸这时候可能已经烂成浆糊了，直接丢进垃圾桶，或者跟着水一起冲走。如果有残留粘在杯底，别用手去抠，拿个一次性筷子弄掉，把它冲干净。纸是相，现在相已经破了，它的使命完成了，那是你的替身在帮你挡灾，他走了你才能活得好。处理铁律3，水里念咒，心存感恩。在倒水的那一瞬间，不要带着恨意，也不要带着恐惧，要带着感恩的心。你要在心里默念，感谢天地，感谢水，感谢盐，谢谢你们带走了我的烦恼，我现在把你们归还给宇宙。为什么要谢？因为万物有灵，你跟他客客气气的，这个能量场就结束得很圆满。做完之后，杯子洗干净晾干，下次还能用。如果你最近特别倒霉，可以连续做3天。如果只是当做居家净化，1个月做1次，选个初1或15做就行了。诸位乡亲，
这套12生肖的穿衣阵法，加上这个盐水替身破阵的完整流程，我已经倾囊相授了。但我们讲白一点，这还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改运，不在杯子里，也不在衣服的颜色上，而在你心里。古人讲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杯盐水充其量只是下医治病的手段。我研究易经这几十年来，看过无数的案例。我遇过一个在南部做水产批发的乡亲，回家兴冲冲地摆了盐水阵，结果呢，依然跟老婆吵架，依然生意失败，依然浑身是病。他跑来抱怨说这东西不灵。我盯着他看，满眼的戾气，满脸的刻薄，张嘴不是抱怨社会不公，就是骂儿女不孝。我对他说，朋友，你家里的垃圾盐水帮你吸走了，但是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垃圾制造机，你一边倒垃圾，一边又在疯狂的制造垃圾。那杯小小的水怎么救得了你？在中医里，心是君主之官，心就是身体里的皇帝圣水，也就是那杯盐水只是用来辅佐皇帝的大臣。如果这个皇帝昏庸无道，残暴不仁，下面的大臣再能干，这个国家的命运迟早也是要亡的。所谓的改运，改的是你的念头。你那一念贪，火就烧起来了；你那一念嗔生气，肝气就郁结了；你那一念痴，脾胃就停摆了。这杯盐水能帮你把过去留下的毒素吸走，给你一个清零的机会。但是清零之后呢，你往这个空杯子里装什么，全看你自己。易经64卦里只有一卦是全集的，6个爻辞，没有一句坏话。这卦叫乾卦第三乾。山本来是高耸入云的，但它却甘愿躲在平地下面。这告诉我们，要低头，要让利，要不争。农历7月，不要只知道害怕，不要只知道向外求神拜佛索取。你越想索取，你的能量场就越匮乏。你试着反过来去给予，给家人一个笑脸，这叫严师。你的脸好看了，运就开了，说一句让人心暖的话，多鼓励孩子，这叫严师，家里的阳气就起来了。把你这集学到的风水正道分享给身边倒霉的朋友，这叫法师。当你开始给予，宇宙就会回应你更多的富足。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才是最高级的风水。无论你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哪一个生肖，只要你把穿衣的5行规矩守好，把盐水阵布好，再加上这颗行善积德、孝顺父母的心，我保你在2026年的下半年绝对能逆天改命，顺风顺水顺财神。这集影片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道理，请你一定要按赞、订阅我们易经好运生肖堂，并开启小铃铛。我会持续用5行一理把最正统的国学风水教给你们。最后，我邀请大家做一个动作，请你在评论区留下这句话：愿洗去悲哀，心存善念，接纳万福。当你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是在向宇宙发出一个最强的愿力。几十万人在下面一起留言，这个正向的磁场就会产生共振。哪怕你现在运势低谷，也能被这股巨大的善意给托举起来。愿你们每个人的那杯水都能洗尽铅华。愿诸位乡亲家宅安康。我们下期再见。